一群年轻人正驱车前往音乐节的路上，但不知为何前方遭遇了大堵车。还好驾驶员卷毛是个老司机，他知道森林里有条小路可以绕行，于是他猛地一打方向盘，一行人就朝茂密的森林驶去。小路确实荒无人烟，安静无比。车后面的小情侣开始秀起了恩爱，露西也奖励了卷毛一个香吻。然而就在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人影，等开车的卷毛回过神，已经来不及。露西和卷毛慌忙地下车查看，但并没有发现刚才的身影。两人向后面一同下车的阿强解释，但没有发现人影的阿强明显不信。刚才的冲撞让后面的两个女伴受了伤，白衣妹子更是小腿骨折。露西本想打电话求助，但这里手机根本搜不到信号，汽车现在也无法启动。三人商议了一下，决定继续前往音乐节寻求帮助。于是腿姐留下照看白衣妹，其他三人则徒步前往音乐节呼叫救援。谁料他们刚离开没多久，之前被撞飞的身影突然站了起来。此时车里的白衣妹还在直播，装着可怜向大哥们要着礼物。而在车外的腿姐发现那只丧尸，她刚开始还兴奋地打着招呼，可当看清丧尸狰狞的面孔时，腿姐被吓得急忙躲进了车里。两人本以为躲在车里就已经安全，可他们还是低估了饿极了的丧尸。另一边，卷毛一行人也来到了音乐节，他们发现这里的人似乎有些怪异，个个像是行尸走肉般的不正常。为了寻找医护人员，他们走进了一间标着十字架的房间，可当走进屋内才发现，里面地上杂乱不堪，更是印有血迹，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几人找遍了每个房间，总算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瑟瑟发抖的女人，只是对方的精神似乎受到了刺激，不管几人询问什么，她都回答不上来。事情有些不同寻常，男友卷毛不想多管闲事，于是拉着露西就离开了小屋。也就在三人刚离开房屋的这一刻，一只丧尸悄然走了出来。卷毛和露西刚出来，就看到好友阿强兴奋地表示，他的手机突然有了信号，刚刚已经拨打电话呼叫了救护车。接着阿强劝说两人既然都已经来了，那必须去音乐节现场享受一下。本来几人的目的就是音乐节，既然已经呼叫了救援，卷毛和露西也十分兴奋，于是便答应了阿强的提议。然而两人并不知道的是，阿强根本没有打通电话。与此同时，露西的二妹和弟弟也带着一车蔬菜和水果来和他们会合。这回他们并没有遇到堵车，但前面的道路已经被封锁。不过旁边有个标牌，上面写着有条小路可以直达现场。二妹也想都没想，拐进了先前露西等人走的小路。可还没有行驶多久，二妹便发现了卷毛出车祸的车子。他们急忙下车去查看情况，结果车里座位上全是血迹，但并没有发现人影。二妹认为姐姐一定是出事了，车里没有人影反而算是好事。If they were dead, they'd be there, right? Oh, yeah, I think so. There's no service, though, so if they could walk, then they would have gone to the festival by foot. Yeah, no, this road leads right there, so probably. 于是他赶紧启动汽车，想要前往音乐节。谁知汽车还没有走多远，他们便在途中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留下看车的腿姐。二妹急忙下车查看情况，只见对方双眼无神，目光呆滞，看样子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嘴里一直呢喃着丧尸吃了白衣妹。二妹虽然听不到腿姐话里的意思，但为了避免再刺激到对方，她果断先将腿姐带上车，打算带她一起前往音乐节。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汽车却掉了链子，汽车因为没有了汽油无法启动，没有其他办法，一行人只能步行前进了。而此时的另一边，音乐节的现场已经十分火爆，随着主场歌手的歌声，台下的人们都陷入了疯狂的狂欢中，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场灾难即将来临。三人中的露西第一个发现了不对劲。随着一个女人被撕咬，越来越多的人们被扑倒，整个台下很快一片混乱。台上的主唱们这时也察觉到了异常，但已经晚了，丧尸已经冲上了舞台。刚才还在嘻哈的主唱，不一会全部变成了丧尸的晚餐。混乱中，阿强、卷毛和露西走散，有的人本想乘坐汽车逃离，但在狮群的围攻之下，一个个还没有启动都被开膛破肚。一只女丧尸这时注意到了露西，丧尸冲过来猛地抓住她的大腿，正要张开大嘴咬下时，
一声枪声响起，原来是二妹及时赶到。另一边的卷毛和阿强逃到了旁边的树林，眼前正有一个男人被丧尸啃咬，但男人就算这样还没有忘记直播，还在吆喝着321上链接。两人小心翼翼地避开周围的丧尸。这时他们看到了警车后座的警枪，他们深知手里有枪心里不慌的原理，本想悄悄地拿走手枪，但车旁边还有只正在啃食的丧尸。卷毛胆小不敢上前，最后还是阿强一把拿起手枪，在丧尸扑过来之前开枪将他击毙。枪声还是惊动了周围的丧尸，丧尸朝两人围拢了过来。露西和二妹这边，他们成功突围狮群和腿姐等人汇合。露西看到小弟也来到这里，被二妹气得哇哇大叫。但此时并不是谩骂的时候，丧尸听到这里的动静正朝他们冲来，四人加上一个轮椅只能疯狂逃命。他们本想先躲进医疗室，但似乎里面已经被人给霸占。露西拼命喊着救命，没想到开门的竟然是阿强和卷毛。解决掉最前面的几只丧尸后，几人也是顺利进入到了房间内。可还没等几人稍作喘息，卫生间里就传来撞击的声音。卷毛小心地打开厕所门，一只丧尸就突然冲了出来。Fucking see, I can't. I want to shoot Kevin. 众人虽然合力将丧尸给击倒，但更多的丧尸破窗而入，几人只能边打边退，最后躲进了最里面的休息室。然而麻烦并没有结束，小弟突然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阿强还以为小弟被咬，掏出手枪就要结果了他。露西赶紧解释称只是小弟糖尿病犯了，现在丧尸就在门外，小弟却变成了这样。卷毛建议将小弟给抛弃，但这一建议让露西十分愤怒。 What? You're not scared of the infected. You're fucking scared of him. 没有办法在这里继续等待，必须立刻给小弟注射胰岛素。二妹想到之前逃亡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了一辆救护车，那里面应该有胰岛素。听到这些后，露西直接翻出了窗户，准备和二妹一起去寻找药物。这时谁也没注意到，腿姐的身体突然抽搐了几下。就在露西和二妹在外面悄悄绕开丧尸群时，屋里的其他人发生了意外。原来腿姐早已经被咬，变成丧尸的她直接扑向了卷毛。阿强连忙拿起手枪想要将腿姐击毙，然而紧张的情绪让卷毛不断挣扎。阿强所有射出的子弹全部击中了卷毛，阿强被吓得急忙逃出了屋子。与此同时，露西和二妹也发现了路边的救护车，不过汽车周围聚集着几只丧尸，时间紧迫，二妹只身上前吸引走了丧尸，露西也抓住这个空隙，小心地举枪走进了救护车。好在有惊无险，成功找到了胰岛素。阿强此时正被大量的丧尸追赶，他看到前面有一个深坑，于是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没想到在里面发现了一颗发光的陨石，而丧尸们在看到陨石后竟然不敢靠近，难道说正是这颗陨石带来的恐怖病毒？这边取到药的露西还没抵达医疗室，就在半路上遇到了2弟轮椅男，他的手中还抱着昏迷的小弟。露西还没来得及高兴，一只丧尸就突然朝他们冲了过来，姐弟俩同时开枪，这才将丧尸击毙。丧尸身上也爆出了一把车钥匙。露西见状大喜，带着2个弟弟找到了一个安全地方。随着给小弟注射胰岛素后，小弟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露西正要带着他们前往停车场，没想到阿强突然从黑暗中冲出，并且持枪挟持了小弟。刚才他偷听到露西准备开车逃离，于是他威胁露西掩护自己离开。小弟在对方手中，露西无奈之下只好照做，一边替他解决冲过来的丧尸，一边拖到后面掩护阿强逃走。可丧尸实在太多，阿强和2个弟弟虽然冲出了包围，但露西自己却被狮群团团围住。此时他手中的子弹已经不多，想要冲出包围基本没什么可能。而另一边的二妹也同样深陷困境，她正被狮群给围在舞台上。好在她的脚边有几桶汽油，将汽油点燃之后，二妹就沿着梯子不断朝雕像上爬。火焰也并没有阻止丧尸的脚步，他们也挨个在后面紧逼二妹。就在二妹陷入绝望的时候，几声枪声响起，原来是露西看到了火光，及时赶到。在开枪击毙几只丧尸后，二妹也终于有空间跳了下来。在姐妹俩的相互配合下，她们总算杀出了一条血路，最后躲进了舞台的下面。到了第2天，音乐场地已经一片狼藉，阿强等人也已经赶到了停车场。就在他们准备开车离开时，却在这里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先前受伤的白衣妹。小弟还天真的给她打着招呼，殊不知她已经变成了丧尸。
丧尸凶猛地朝他们扑了过来。行动不便的二弟成了他的首要目标。谁知见此情形的阿强根本不施加援手，带着小弟就跳上了汽车。小弟没有想到阿强会扔下二哥，但后者却觉得理所当然，他不会冒险去救助别人。殊不知小弟看着旁边的手枪陷入深思。眼看二弟就要被丧尸给咬中，忽然身后传来一声枪响，原来是露西和二妹及时赶到。不过刚才的枪声也吸引了大批的丧尸，子弹已经消耗殆尽，姐妹俩只能和丧尸展开肉搏。但随着丧尸越聚越多，两人很快便感觉体力不支。二弟自知已经无法逃走，于是他选择独自留下牺牲自己。他将汽油全倒在自己身上，等丧尸全部靠近后，二弟立刻掏出打火机点燃了自己。扑过来的丧尸也很快便被火焰吞没。露西强忍着悲痛拉着二妹逃离，这时身后驶过来一辆汽车，没想到是去而复返的小弟，两人赶紧跳上了汽车。原来离去的小弟趁阿强不备，一枪便将他干掉，这才开车回来救援两人。不得不说，露西一家全部都是狠人。最后三人驾车离开了小镇。不过这时收音机传来新闻播放，称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丧尸病毒，军方更是朝他们位置投下了炸弹。